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赵丽颖新代言卖爆，被吹和奥黛丽并列，却被质疑生图嫌土还捡漏。在流量为王、时尚为重的娱乐圈中，明星与国际高奢品牌的合作无疑是衡量咖位的重要指标之一。近日，赵丽颖正式官宣成为某国际高奢品牌的最新代言人，不仅广告大片惊艳四座，还被品牌方与奥黛丽、赫本、鲁妮、马拉并列提名，引发了一场全网范围的热议和争议。有人盛赞她终于实现了从农村女孩到高奢缪斯的逆袭，也有人质疑她的生图状态、动作不专业，甚至质问她为何选择一个曾因辱华而被全网抵制的品牌。赵丽颖的新代言成为了时尚圈和娱乐圈的双重焦点，而这背后所牵扯出的不仅是她个人的蜕变与挑战，还有大众对高级感的多重标准，品牌与艺人之间的双向捆绑，舆论对女性明星的审美苛求与不平等期待。高奢代言官宣，赵丽颖的逆袭时刻。赵丽颖此次官宣代言的是一个曾多次登上时尚头条的国际高奢品牌。这个品牌因其冷淡风、高级感与贵族气质著称，一直以来偏爱合作对象为高冷、古香高级、国际化的女性代表。而赵丽颖此前给大众的印象大多是甜美系、接地气、农村出身拼搏女孩，她的演艺路线与生活经历都与高奢画风形成一种天然的反差。但也正因为这种反差，当赵丽颖穿上黑白极简风格礼服，佩戴银色珠宝，出现在品牌广告大片与品牌晚宴现场时，观众才会格外惊艳。她的脸型依旧精致，五官饱满，神态从容淡定，展现出一种令人意想不到的冷艳气场。品牌方在官方文案中甚至罕见地将她与奥黛丽、赫本、鲁妮、马拉并列，这一动作引发不少粉丝的激动情绪。赵丽颖终于站到了时尚塔尖，她值得。而最能说明其商业价值的，还是粉丝的购买力。她所代言的产品上线后短时间内被抢购一空，部分产品更是脱销断货，成为品牌近年来少见的爆品。有网友调侃道：“这是品牌辱华事件后第一次这么畅销的产品吧？”双引号，品牌选择赵丽颖是捆绑还是双赢？从商业角度来看，这次合作无疑是一次品牌与明星之间的互相借力。对于赵丽颖来说，高奢代言一直是她事业中一个难以攻克的堡垒。尽管她的演艺成绩斐然，影视口碑与收视数据多年稳居一线，但她在时尚圈的资源却一直不温不火，鲜少出现在国际大刊封面，几乎没有稳固的高奢合作品牌。这背后的原因其实很复杂。赵丽颖出身农村，没有显赫的家庭背景，也非科班出身，她的气质偏柔和，不属于传统意义上高冷、禁欲系模特的那一挂，这也使她在时尚界容易被归为路人系明星。但品牌看重的是她强大的粉丝基础和大众影响力。赵丽颖可以将一个高冷品牌迅速拉进大众市场，触达原本不会主动关注该品牌的普通消费者。反过来，对于该品牌而言，此前因辱华事件损害了在中国市场的形象，赵丽颖正是她重塑口碑的黄金跳板。她自带国民度，且常年零负面，形象正面，亲民感强，最适合帮助品牌洗白并快速拉回销量。可以说，这场合作是典型的双赢。赵丽颖借此提升时尚地位，品牌借她打开市场新通道。动态视频引发争议，高级感之存在于精修图。然而，事情并非想象中一帆风顺。当赵丽颖的品牌广告大片和官方精修图上线后，一片惊艳之声，但紧随其后的动态视频、晚宴路透图却掀起了一阵质疑潮。
不少网友指出，赵丽颖虽然静态图像极美，但在动态视频中却显得有些僵硬，甚至土味。例如，她在展示珠宝时的动作被指不够自然，缺乏专业模特的优雅流畅感。她的高冷神态与下颌骨结构组合起来，产生了一种用力过猛的违和感。更有网友直言，她的骨相不适合走高级冷淡风。此外，在没有美颜滤镜的生图中，赵丽颖的肤质、面部线条显得不如经修图那样完美光滑。虽仍旧称得上漂亮，但和广告大片中的赫本感相去甚远。这让人不禁发问，赵丽颖的高级感是靠妆造与精修撑起来的？她本人是否真正具备驾驭高奢品牌的天赋和气质？这一问题也再度引发大众对于高级感的讨论：是否古香立体就叫高级？是否必须瘦削冷峻才能代表贵气？赵丽颖的国民亲和力和她所代表的普通女孩逆袭，难道就不够时尚？简陋的质疑声：赵丽颖能不能挑代言了？除了生图争议外，还有一种声音集中在品牌曾辱华的历史问题上。不少网友回忆起6年前该品牌因广告涉嫌种族歧视被全网抵制，当时的代言人易烊千玺也紧急解约，成为公众事件。而如今赵丽颖选择为该品牌站台，便有人质疑她的三观问题。在赵丽颖官宣代言之后，社交平台上也出现了不小的争议。有网友发文，这个代言是之前其他艺人推掉的，他这是捡漏吧？明明以前不敢碰高奢品牌的，现在趁别人退出才赶上，他是真的缺资源吗？为什么接这种曾经辱华的品牌？双引号，这些质疑声无疑对赵丽颖形成了巨大的压力。一方面，她确实靠实力一步步打下娱乐圈的一线位置，也有资格谈代言选择，但另一方面，品牌历史与公众情绪仍然是一把双刃剑。不过，值得一提的是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高奢品牌在中国市场重新布局，在道歉和策略调整后，开始寻求与更具亲民形象、零负面口碑的艺人合作。而赵丽颖正是这一趋势下的典型代表，因此，即便有捡漏之说，也很难抹消她在市场层面所展现出的强劲号召力。赵丽颖的时尚未来，升维还是局限？这一次代言事件其实是赵丽颖时尚进阶的一个重要节点，但也是一个风险交叉口。如果说过去赵丽颖的风格是朴素又努力，那么这次的造型尝试是一次精英化升级。从服饰到发型，从动作到姿态，赵丽颖试图跳出舒适区，走入一个从未真正接纳过她的时尚高地。然而，这条路并不好走。高奢品牌的挑剔审美，网友对于高端感的极端期待，再加上赵丽颖自身气质与品牌气场之间尚未完全融合，使得这次尝试在视觉和情感层面都引发了极大争议。有网友感慨道，她想进阶高奢，但大众更喜欢她接地气的样子，这不是她的路，强行转型只会加速审美疲劳。双引号。但也有人认为赵丽颖这一步很勇敢，她终于不再迎合别人对她的定位，而是为自己争一个身份新的定义。双引号。舆论背后，女性明星的高要求困境。不可忽视的是，类似赵丽颖这样的争议事件，其实反映出娱乐圈与时尚圈对女性明星长期存在的审美压迫。男性艺人接代言，几乎不会因为生图状态差就被群嘲，而女性艺人则必须做到完美无死角，动图也得像精修，稍有瑕疵就可能成为攻击的靶子。而且，一旦他们试图跳出原有的形象，进行风格突破，就很容易被标签伪装用力过猛不适合。赵丽颖不过是众多女星中的一个缩影，她正在试图撕掉土味填解的旧标签，往国际化、精英化、冷感路线靠拢。但这条路上，观众的审视、时尚圈的标准
品牌的市场策略，每一步都充满考验。结语：赵丽颖的蜕变之路值得鼓励，也需要时间。从一名北漂女孩到娱乐圈一线女星，从收视女王到如今踏足高奢时尚圈，赵丽颖的每一步都走得不易。这一次代言事件是她职业生涯的一个分水岭，她终于得到了时尚界的肯定，也遭遇了最严苛的质疑。但这恰恰说明她在突破自我。明星不是神，赵丽颖也不是一开始就擅长高级感，她的气质、姿态、审美仍有成长空间，但她敢于尝试，敢于面对大众期待的勇气，本身就值得尊重。或许有朝一日，当我们不再用赫本感来强行框住一个艺人，不再因为生图与精修的差距而贬低一个努力的人，我们才能真正看到什么叫他的时尚是走出来的。